是模拟火星环境来在地表搭建的一个实验场。那这个实验场主要是来测试火星探测器的行进。走太远了啊，走太近了。它这个长角，走太近了。Oh God, please no, no! 沐浴在火星的阳光下，我们再次来到了航天科技地方5院的月球楼。这一片区域呢，就是按照火星的环境在地表重构的一个实验场。那上面的红色呢，是在嫦娥任务时为玉兔做实验而使用的。下边的呢，是这次实验来模拟这个火星上太阳照度的。那这个实验场呢，主要是来测试火星车抵达火星之后的控制系统。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火星车模拟在火星行进的一个状况，怎么走，往哪儿走，能不能走，都是要通过这个实验场来达到一个测试的目的。和石头了，大家都非常关心挖土啊。按照地球上的这个对土的概念，火星上是没有土的，因为土呢必须得有有机物才能形成，而火星上呢是没有生命的，所以呢它都是颗粒大小不一样的沙子。那为了找到这种沙子呢，科学家们也是找了20多种在地球上存在的沙子，最终选择了这个金刚砂。一个是因为它的力学特性，还有一个是因为它对光的反射的光源特性更符合火星的这种状态。火星车呢，在行进的过程中呢，就是依靠这2个大眼睛。这2个大眼睛是导航地形相机，它呢能看得更远，来自主规划一个行进的路线。那在它的下面呢，还有2个大眼睛。这2个大眼睛呢是避障相机，虽然它看的呢不是很远，但是它看的角度更宽。它遇到紧急情况呢，会发一个指令给这个火星车，火星车会自动停止。在实际的行驶过程中呢，前面2个避障相机和后面2个避障相机，还有这2个大眼睛会互相的来工作，来配合这个火星车前进。那在火星车行驶过程中呢，它就是依靠这6个轮。那这个6个轮呢，可以正负90度进行转弯，所以呢，这个火星车行驶的过程中呢，可以像螃蟹一样横移。如果掉到坑里呢，它还有另一种行进方式，就是蠕动，像虫子一样慢慢的爬动。2个前轮会抬起，变成一个手一样的形状，然后后轮保持不动，这样慢慢的爬出坑里。由于火星距离太阳要比地球距离太阳要远得多，因此呢，火星上的太阳照度呢只有地球的大概40%。为了满足火星车在火星上工作的能量要求，所以它这个太阳能帆板呢就做得特别大，它比之前的玉兔和玉兔2号要大得多。它由4块组成。那这4块太阳能帆板呢，设计成了一个蝴蝶的形状。一方面呢，它是便于收纳；另一方面呢，蝴蝶呢比较漂亮，也体现了理科生的一种浪漫吧。说到这里呢，可能很多同学就会问了，既然太阳光照强度呢，火星要远低于地球，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火星车不采用核电池呢？首先是因为我国这个核电池技术并不成熟，也就是核电池小型化。曾经嫦娥4号使用的这个核电池功率呢，仅为3瓦多，而美国好奇号使用的核电池功率呢，达到了110瓦。以我国目前的技术需要添加更多的核燃料，意味着探测器的总重量会增加。可喜的是呢，就是目前的这个核电小型化呢，已经列入了这个国家的重点攻关项目。那未来的探测器呢，可能也会使用这个小型化的核电池。其次呢，就是核电池大家都知道它这里面是有放射性的，所以呢，对这个火箭发射系统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要求更高。天问1号是我国第1次发射的火星探测器，万一发射过程中出现问题呢，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安全风险。再有天问1号呢，它是实验性质的，而且天问1号本身携带的探测仪器不多，只需要太阳能就可满足基本需求。所以说呢，只要是我们这个天问1号落在这个火星上，就意味着任务成功。如果这个火星车能在火星上走起来，哪怕只有1步，
也意味着这个任务呢就圆满成功了。天问1号火星车呢具有高度自控能力，晴朗天气时火星车正常工作，当遇到沙尘天气的时候呢，火星车进入最小工作模式。在遇到重度沙尘天气时呢，火星车会自主断电休眠，来保护自身仪器免受恶劣天气的损坏。同时呢，在天气转好的过程中呢，它也会被自动唤醒。